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肖战杨紫2025古装剧播放指数排行，锦月如歌落榜，杨洋凡人修仙传第6。2025古装剧一部接一部，最近有杨洋凡人修仙传、周也锦月如歌、王星月定风波霸屏，而先前刘宇宁折腰、李兰迪炒血路、肖战藏海传也都还有余热。究竟哪部最火爆呢？以下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 10，周也锦月如歌暂未进榜，杨洋凡人修仙传第6，刘宇宁折腰第4，冠军确实好看。周也锦月如歌暂未进榜，最高播放指数 78.82。周也主演的《锦月如歌》是8月暑期档的重点大剧，改编自千山茶客的重生小说《女将星》。《锦月如歌》首播就陷入魔改争议，原著小说女主角本来有前夫，后来被杀害后重生还魂，剧本调整了重生设定，就导致一些逻辑有些说不过去。不过整体而言，《锦月如歌》节奏快，剧情有内容。目前《锦月如歌》首播播放指数最高落在 78.82， 后续应该会再往上涨。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 10，任嘉伦、宋祖儿无忧渡，最高播放指数 86.89。无忧渡为爱奇艺2025主投的重磅项目之一，本来是2025开拍的众多古装剧中备受看好的一部，可惜因为宋祖陷入税务风波，无忧渡被积压，直到今年才终于上线。不过无忧渡凭著古装男神任嘉伦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重量级导演林玉芬的号召力，开播后热度爆冲，豆瓣更冲出 7.5 的高分。大家都说无忧渡很有聊斋志异的感觉，中世志怪的氛围很到位，许多篇章都很有余韵，不是千篇一律的无聊古偶，值得一看。无忧渡讲述有著神秘背景的猎魔人宣业和一个聪明可爱的女孩半夏，两人在人妖共存的世界共同经历奇情悬案。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 9，王鹤棣、田曦薇大凤打更人，最高播放指数 87.06， 大凤打更人落在第9名。大凤打更人号称是庆余年 2.0， 一样是小说大 IP 改编加双流量演员的大制作古装剧，男主到古代大开金手指的故事。大凤打更人原本被看好能成为2025开年第一部大爆剧，播出后虽然也挺热门，但没有达到庆余年的播出效果，豆瓣评分也仅 5.6。 或许是因为开播前宣传对标庆余年，拉高了观众期待，播出后低于预期就被骂很惨。其实很多观众追下去之后，都觉得大凤打更人越追越好看，这部剧网播量突破20亿大关呢，是2025目前网播量最高的陆剧。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 8，陈都灵、辛云来燕回时，最高播放指数 87.17。燕回时改编自千山茶客的小说《重生之贵女难求》，这部剧和最近的《锦月如歌》、去年大火的《墨雨云间》出自同作者，小说一样是女主角被各种奸人所害，凄惨而死，然后重生归来复仇，而剧版聚焦在宅斗。千山茶客的重生故事影视化后都挺成功，燕回时的宅斗线拍得蛮精彩，剧情高潮迭起，首播就冲出高话题。不知道后续锦月如歌会不会超越燕回时的成绩。燕回时讲述自小被寄养在乡下的庄家女儿庄寒燕遭放逐后重新归来，改写命运的故事。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 7，刘诗诗、张云龙淮水竹亭，最高播放指数 87.62。
刘诗诗淮水竹亭原名狐妖小红娘，竹叶篇和杨幂的月红篇、程毅的王权篇为姊妹作，共用同个世界观。淮水竹亭评价比月红篇好很多，故事走虐恋路线，不止张云龙和刘诗诗，连丁禹兮、张若楠、侯明昊等一众配角的故事线也都虐哭剧迷。从时间线来说，淮水竹亭讲述的是月红篇和王权篇上一辈人的故事。女主东方怀竹是神火山庄大小姐，某日她去南陲平妖，偶遇行侠仗义的面具团老大王权红叶，两人展开的虐恋故事。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6， 杨洋、金晨凡人修仙传。最高播放指数 87.79， 杨洋主演的《凡人修仙传》目前落在第6名，后续有望再往上涨。《凡人修仙传》因注顶流明星杨洋，加上又是顶级大 IP 改编，首播就话题十足。这部剧口碑不错呢，找来孟华录导演执导，拍摄质感非常好，有拍出修仙剧唯美仙气飘飘的感觉，不是烂剧。不过《凡人修仙传》不走快节奏爽剧路线，前面几集都是在铺垫，没有耐心的观众很可能会撑不下去。但撑过3集，等到韩立下山，剧情展开，会更渐入佳境。《凡人修仙传》讲述普通的山村穷小子韩立，偶然之下跨入到一个江湖小门派，虽然资质平庸，但依靠自身努力和合理算计，最后修炼成仙的故事。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5， 白鹿、敖瑞鹏、白月泛星。最高播放指数 88.06。白鹿白月泛星热播期间对打杨紫的国色芳华，是2位90后顶流小花的收视大战，但各方面成绩都是国色芳华大获全胜。白月泛星讲述将军府嫡女白硕为报恩而立志修仙，寻仙途中意外搭救妖族大神范月，二人不打不相识，从相互利用到互生爱意。白月泛星整体追下来，会感觉是仙侠剧的老套路，一样是男女主角有前世情缘，组队闯过一个个难关的故事，被说有苍兰诀香蜜长月烬明一大堆仙侠剧的影子，没有太多新鲜感。不过因助人气小花白鹿白月泛星热播期间还是冲出高热度，是今年热门陆剧之一。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4， 刘宇宁、宋祖儿折腰。最高播放指数 88.16。折腰人气超级火爆，这是乱世之下的爱恋，男女主角有家仇，后来先婚后爱。折腰设定新鲜，节奏流畅，整体质感也很好，首播后霸屏微博热搜。刘宇宁有演出角色的气场，宋祖古装也很美，两人的 CP 让许多剧迷磕风头。折腰讲述乱世中失去父兄的魏少扛起家族重任，为了百姓生计，他向当年背叛魏家的乔家递了联姻盟书，乔蛮被迫出嫁。乔蛮深知魏少娶她不过是缓兵之计，在魏家过得小心翼翼。历经多番危机后，乔蛮和魏少逐渐被对方吸引，但上一辈的恩怨始终横亘在两人之间，隔阂住夫妻情感。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3， 白鹿、曾舜晞临江仙。最高播放指数 88.51。白鹿今年主演的《临江仙》、《白月泛星》和《北上》都是2025热门陆剧，《临江仙》同样是一开播就拥有高讨论度。这部剧主打三婚三离的纯恨夫妇，有大家爱看的替身、丧子、统夫等张力十足的桥段，很狗血，但很让人沦陷。虽然《临江仙》质感比不过同为仙侠剧的《长月烬明》《凡人修仙传》，该剧廉价的特效和难看的造型都遭到网友吐槽，但如果不介意制作质感，剧情其实蛮引人入胜。《临江仙》讲述四灵仙尊花如月与大成玄尊白九思，本是同源共生的一对仙侣，
却因误会反目成仇，在爱恨中苦苦挣扎，却发现自己其实早已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阴谋之中。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2， 杨紫、李现国色芳华，最高播放指数 88.86。近一年，珠帘玉幕、蜀锦人家等大女主经商剧轮番热播。本来大家都以为国色芳华又是相同套路的经商剧，真的看很腻。没想到国色芳华让大家跌破眼镜，很好看。国色芳华服饰、妆容、布景都是高质感打造，剧本也有血有肉。杨紫饰演的何为芳毫不恋爱脑，一直认真搞事业，角色人设讨喜。国色芳华节奏挺快，第一集铺垫了何为芳不幸的婚姻，接住他就开始筹谋和离。无论命运如何毒打，他始终走出自己的路，邂逅天下第一贪官蒋长阳。杨紫和李现的 CP 火花依然超强。而下半部《锦绣芳华》前阵子也播完了，没有烂尾，依然好看。2025古装剧最高播放指数排行榜 TOP1， 肖战、张婧仪《藏海传》，最高播放指数 90.78， 冠军是肖战的《藏海传》，播放指数唯一冲破90大关。不少观众都是因为肖战而打开的《藏海传》，没想到一追都被剧情惊艳了。《藏海传》是大男主权谋剧，节奏飞快。藏海一家被灭门，接住他默默布局，一路调查真相，每集都有留伏笔，让人猜不到后续。《藏海传》既有反转不断的朝堂博弈，也有刺激的机关冒险，环环相扣，结局也没有烂尾。《藏海传》是今年的高口碑古装剧，豆瓣开出7.1的高分。